好的，再多就要出事了。说到这组 Joker 配色的 Joker One， 第一眼看到时就想到新世纪福音战士啊，这跟 Joker One 有什么关系？帝王先生的影片开头很多时候是没什么关系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地方的先生 Weber，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带来的球鞋是货号57251108-2，361度专为 Nikola Jokic 打造的 Joker One Joker 配色。是的，这配色原始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蝙蝠侠里的小丑啦。而 Jokic 在 nickname 也是 Joker 的状况下，不出一组以紫色为主、绿色为辅的配色，说不过去啊。毕竟之前的361 Big Future PE 都有了。另外，这一次361度也为了 Jokic 准备了不同类别的产品，分别是已经曝光的 Joker Team， 还有地方先生手上的 Joker One， 跟尚未曝光，据说是第一桶而且最顶级的 Joker GT。而除了上面的产品，还有一组 Joker One 漏的实鞋图曝光。不得不说，361度真的是相当认真的要发展 Jokic 的签名鞋啊。而回到这一次的 Joker One 本身，相信有不少鞋友一开始看到实鞋照时，尤其是黑白 Ace 配色，想说怎么那么像Converse 的帆布鞋的样子。整双 Joker One 的休闲属性点很高啊，跟目前被地方先生选为 Casual Top One 的 Nike Book One 很像。不过在这里要先说 Joker One 的实战表现还是很可以的啦，等等在实战段落里好好分享。这里就先 focus 在设计故事，主要的外观灵感是来自于马靴和所谓的 Chelsea Boots。这个当然是跟 Jokic 场下最爱的休闲活动赛马训练有很大的关联，外侧那一类的铆钉造型也是。而鞋面上的纹路则是设计师想带出手工打造质感，借鉴了塞尔维亚东南方小镇皮罗特出名的手工地毯。设计师张国宁自己也说到，他想把 Joker One 打造成适合搭配多种情况穿搭的鞋款。好的，接下来就是不少鞋友们等待已久的。从鞋盒开始，整个鞋盒是以米色而且相当厚实的纸质来完成的掀盖式鞋盒。正面有一条黑色的剪影，上面有着 Nikola Jokic MVP、Finals MVP 签名、生日、背号和他的 nickname The Joker。长侧面则是有着在361度里的专属个人 logo。这个小丑皇冠 logo 其实是由他的名字的首个字母 NJ 为主，再加上他的背号15号和当时2次 MVP、1次 Final MVP 的钻石图完成。打开鞋盒后，可以看到小丑皇冠 logo 边有一组以 H 开头的图形，可惜地方先生找不到它的意思，知道的鞋友欢迎一起来分享啊！另外，衬纸的部分上面有着满版的塞尔维亚风图文，来带出 Jokic 出生的国家。来到前段鞋身，说到致敬马靴，皮料就是不可少的啦。整双鞋用了大量的皮质，整个鞋头的外层为一个完整的裁片包覆着脚体。Toe box 中间则是一条胶片压荡出 Joker logo 的样式，另外在内层衬布之间又夹了一层薄薄的内填充来维持一定的舒适性。接着是鞋带系统，整体为8组鞋带孔的设计，最前端的2组鞋带孔是直接冲孔在皮质鞋身上，为了耐用度的需求都有 fuse 上胶片，而后面6组鞋带孔则是使用硬式塑胶片的辅料完成。可以看到这辅料是一路向上，最后2孔跟整圈的皮质鞋领车合在一起。另外鞋带则是使用有一定厚度的椭圆形鞋带。再来到鞋舌，这里就是地方先生觉得蛮用心的地方啦。整个架构虽然是相对平常的半内靴，不过鞋舌可是在舒适度上有一定的配置。下段鞋舌主要是使用类钛公布材质的冲孔3明治布，内有一定厚度的内填充，而上段鞋舌则是内层换为有一定阻力感的毛巾布，加上外层带有菱形车线的皮质裁片。上面的 Dreamcatcher 则是由 Jokic 过去爱马的名字而来的。接着是鞋身中后段，在 upper 的部分，感觉就是把整个马鞍有点具象化的融入到设计线条里。可以看到外层是由内圈皮质加上塞尔维亚风的图文车线完成，而外圈则是有着翻毛皮材质的胶片，一路到后跟压烫完成。上面还有着圆形的 silicone 印花来 mimic 马鞍上有的铆钉，中间再加上一枚
相当醒目的 Joker logo， 内侧则是 Jokic 的手写签名弧形，而内外侧上方有一条以平织提带完成的简化版戒指固定带。看原始设计图是能直接穿过戒指，但或许是因为成本考量，在最终市售版本上，这边只剩外形，但功能不足咯。鞋领的部分，地方先生只能说 Joker One 真的是相当的厚实啊！最上端是由皮质裁片完成，而在硬式 Heel Counter 之内，有着2层的内填充，来确保一定的舒适性。而鞋垫的部分，就相对一般了，由薄薄的普通鞋垫完成。唯一特别的是，这配色用上的是 Joker 的图案。移动到后跟，在 Joker 配色上可以看到 Upper 跟后跟硬式 TPU 外层的交界处，还有红色的皮革条，这里也一样是铆钉感的延伸。另外，后跟 TPU 有着横向的镂空，让消费者直接看到内层的另一组硬式 Heel Counter 来做出层次感。中底的部分，主体是全掌 CQT Quick， 也就是361度的超临界发泡材料。不过在中足里面还有一片相对大型的 X 型 TPU Plate。另外，在没有被外底上翻包住的区域，还有外层的软式 TPU 环形固定片和 Mimic 马蹄造型的硬式后跟环形稳定片。最后来到外底，主要以超耐磨橡胶底完成，361度叫它 Diamond Grip， 在前掌外侧上翻处有着明显的中底科技。而主要的鞋底纹路也是维持整体设计语汇，使用着塞尔维亚风图文来形成的多方向纹路，中间放上了 Joker 皇冠 logo 完成 Joker One 的科技跟配置就结束咯。这一次 Joker One 的定价是699块人民币，不过在淘宝上买的鞋友应该都是用599人民币，大约是2700块钱新台币海运回台湾入手的。地方先生只能说，以 Jokic NBA 3次 MVP 球员，还算是目前第一人的签名鞋来说，这发售价是相当的平易近人。当时只有挣扎着，是要入手 Joker 配色，还是平时更方便使用的 Ace 黑白配色呢？最后为了拍片选择 Gangnam Style 的 Joker 咯，但没想到收到鞋时，金块配色也已经上啦，自己只能忍痛 pass 掉咯。而如果对低筒比较感兴趣的鞋友，可以再等等看后面的 Joker GT 会以更高级的配置跟大家见面咯。361度地方先生穿 44.5 码的啊，让我来好好想想。另外，这一双 Joker One 后期没意外的话，有机会出现300块人民币到400块人民币之间左右的价格，就看鞋友们是想尝鲜还是可以等，对不对？又不是像地方先生有开箱需求啊。尺寸的部分，这次在361的官方淘宝里就有半码的 size 可以选，地方先生直接下单了 Nike 原 size Euro 44.5， 也就是 US 10.5 28.5公分的尺寸，在实着着有志者 Ace 2.0 实战长袜的状况下，脚内空间算有点略长哦，处在一种比 Nike 平时 US 10.5 大，但微微的比 US 11小一点的状况。不过整体算是相当 OK 的，只是在半内靴加内填充相当厚实的状况下，需要把鞋带放松到很大的程度才能穿进去，这点可能会对高脚背的鞋友不太友好，但一般脚型的鞋友自己会建议按 Nike 原 size 入手，问题不大。脚感的部分，一上脚怎么有种 Full Length Run Strobo 的脚感，还不是那种内长的 Full Length Run Air 哦。Joker One 相当的 Q 弹了，但重心倒不至于过高，看来是因为前掌只有14mm厚，再加上后掌20mm左右的中底高，走一个低落差的前后掌高度，所以不会有种浮起来的感觉。而内置大面积 TPU Play也在跑动中让地方先生感觉到还算不错的前后掌过渡感，虽然没有加速感，不过这双 Joker One 本来就是为了想办法适用于更多使用者而打造的。而以缓震来说，后掌缓震极限很高啊，在不算厚的设定下，故意以后跟落地也不会有震挠感出现，算是比较偏向于中锋鞋的设定的。如果是需要缓震的鞋友，这双 Joker One 是不用太担心哦。包裹的部分，这里就有优点也有缺点了。前掌脚趾上方的包裹，或许是在皮质裁片的设定下有一点空洞感，这部分尤其是在变向弯折时更能感受到。而中段和后跟的包裹则是相当的舒适和服帖，掉跟感完全没有啦。
但因为鞋带孔最高处是由硬式塑胶片完成，在大角度变向时会有点小小的异物感。这点除了穿厚袜来减少异物感，地方先生提供另一个解法，就是最上面的鞋带孔直接不穿，或是细的松一点，放出一点形变空间。不过这当然是给需要脚踝灵活度的鞋友使用咯。防侧翻的部分虽然没有明显的 outrigger 倒三角刻纹，不过整个前掌有一定的外扩，加上中间段开始的 TPU 是环抱整圈中底的状况下，刚性不错。地方先生在有限的实战时间里倒是没有什么担心会翻船过，至少不是像 Book One 一样咯。抓地力的部分，这一次据说是用了 Diamond Grip 橡胶材质，听说很耐磨。自己只能说，在平时使用的室内木地板里，刹车的制动距离算是比较长的，不会是随刹随停，走比较软性的刹停，而且算是蛮容易吃灰的。吃灰后，刹车能力的下降程度比较有感，介意的鞋友需要多清几次鞋底来维持良好的抓地力。重量的部分 ，US10.5 单支410克重，以皮质和全缝中底再加上高筒的设计来说，算是相当轻哦。以 Jordan 38代同样 size 单支438克重相比，是相当有感的重量差别。这部分就给鞋友们参考。整体而言，这一次361度的 Joker One 在产品设计和价格定位上，地方先生很明显的感觉到品牌端想打破中锋鞋不好卖的魔咒，不论是在外观走 casual 风，或是在实战回归上走试穿就是相对舒适脚感，甚至是价格一开始就599人民币，都是想要向最大化使用情况和适用人群的方向走。但极端使用人群361度也不是没顾到哦，例如更追求室外耐磨和价格的鞋友，看来听 Joker 就是专门设计出来满足你们的。而追求实战表现的鞋友，应该能期待一下后面定价899人民币的低筒 Joker GT。361度在产品上想的这么全面，也算是对 Jokic 的尊重啦。更不用说，目前小道消息说后面还有 Joker One Low 跟夏季版本的 Joker One 哦。至于地方先生会推荐的适用人群，则是2、3、4、5号位，不排斥 Q 弹脚感的鞋友，虽然场地感不是顶级的，但已经很够用啦。喜欢所谓保底快靴或是追求场地感的1、2号位鞋友，这双 Joker One 就比较不推荐你们咯。而打法的部分只要不是以大角度变向为主的鞋友，应该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咯。有兴趣的话，地方先生自己建议按 Nike 尺寸原 size 入手。就再说一次，今天对于361度 Joker One Joker 配色的分享就告一段落。有任何问题或是心得想分享的鞋友，也欢迎留言让地方先生知道。我们下周见，拜拜。